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皮。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小儿子阿罗联盟成功夺冠的喜讯了，但小儿这么多年辛酸史，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今天我再来讲述一下这也是如何一步一步夺得冠军的。无印时期，这也是个初出茅庐菜鸟，关东地区他徽章大部分都是白捡的，然后就去参加实验大会了。实验大会上，小智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一个小5级训练家多武，然而实力对不上这名气吧。小智又没怎么锻炼的大前蟹，轻松就击败了他的椰蛋树。之后大前蟹进化成巨前蟹，进化后一路开挂，又打赢了他的海刺龙和大嘴蝠，轻松晋级，搞得这个对手都怀疑人生了。就这样，小智一路晋级到第4回合，对手是一位叫做薰子的美女姐姐，她的喇叭牙一度让小智很头疼。好在小智当时派出了臭臭泥，于是再次晋级。指定是作为小智晋级的小茂在第4回合就落败了。晋级到16强后，火箭队很卑鄙的将小智困住，其中让小智无法按时参加比赛。还好小智最后赶上了，可是比比鸟也因为过劳无法参加对战。对手阿红的实力并不是很强，一番交战之下，小智咬咬牙派出了不听话的喷火龙，喷火龙轻松就秒杀了阿红的小火龙。阿红接着拿出的是皮卡丘，喷火龙一口气就把皮卡丘吹出了几米远。加红的皮卡丘如此弱小，喷火龙便不愿意战斗，开始打盹，于是被裁判判输。小智第一次联盟赛就以这种奇怪的方式落下了帷幕。这一次不光是老喷的问题，小智此时也确实没有足够的实力。要是让老喷听话，这阿红肯定是打得过的，但之后的对战也说不好，毕竟阿红在下一轮就战败了，还是惨败啊！小智第一次参加联盟就16强，成绩说实话已经不错了。并且这时候帮我们经费有限，使用方式也很迷。杰尼龟被巴拉狗睡眠粉击中就判输，老喷睡着也判输，而日月木无笑睡着则叫醒后继续对战，这里就不多纠结了。接着小智参加的是成都联盟，这时候小智收服了卡比兽、赫拉克罗斯这些猛将，老喷已经听话，小智此时战斗力是直线上升，道馆战也能堂堂正正的赢下来。接着小智在淘汰赛中也发挥良好，击败了小萌，打平纯一后晋级，只有小智和劲敌小茂对上，双方都拿出了最佳的阵容。PS 这一次也是小智唯一一次全员对战没有用上皮神的。小智拿出的是肯泰罗、赫拉克罗斯、臭臭泥、月桂月、卡比兽和喷火龙，都是力量耐久兼具的选手。最后在小智老喷的力挽狂澜之下，连续打赢了小茂巨岩螳螂、龙岩和水箭龟，完成惊天大逆转，让小智晋级。不过下一场小智对上夜月就难受了，夜月拿着枫叶地区才有的火焰击险胜了小智的喷火龙，小智止步8强。其实小智的实力和夜月相当，之所以输掉，无非是编剧想要给小智一个继续旅行的理由。不过小智名次有所进步，也可以接受吧。另外，夜月赢了小智之后，在下一场就输了，裁判都说可能是没有用上最强的火焰击，毕竟火焰击跟老喷打，虽然赢了，但也身负重伤了。然后小智来枫叶地区参加联盟赛，这回小智没有拿以前的宝可梦，全是在当地收服的。晋级赛小智打赢的元崎、有野和日向这些强敌。进行全野战的时候，小智遇到了小风。前半场小风优势很大，不过在大王爷和森林系的力挽狂澜之下，好歹是赢了。下一场则对战劲敌正宗，正宗无法对好朋友下狠手，开局就送了麒麟旗和卡蒂狗，后来被小智唤醒后开始认真对战，这还能和小智打个不相上下，可见要有正宗认认真的跟小智打，小智怕不是已经出局了哦。下一场小智面对的是哲野，他的巨精怪超力王都让小智损兵折将。皮亚就在打败巨精怪后负伤对战哲野的喵喵，所以输了比赛，遗憾止入8强。哲野则一路高歌猛进，夺了最后的冠军。接着小智去了神奥地区，因为出现了史上塑造最成功的劲敌真丝，所以这一波小智智商和战斗意识是目前为止最高的。他懂得切换宝可梦，因为自创神奇的战术。对战前夕，小智跟着把老宠通通叫了回来，做足了准备。可以说这个冠军之争就在他和真丝之间。初赛小智就打赢了上智晋级，面对强敌考皮也是有惊无险的利用原路杀的摇摇弓赢得下来。眨眼间就到了8强赛，小智对上真丝，真丝不愧是战术高手，一套毒钉把小智的阵容打得支离破碎。不过小智这次运气很好，连续触发2次烧烧状态，干掉对方的波池可多拉和龙王蝎。接着烈焰猴又爆发出了惊人的猛火，一口气打赢了电击魔兽，最终险胜真丝。
真丝这一局整整打了3集，是目前为止最长的全员战，也是最燃最有战术意义的比赛。打赢了真丝，我们都以为小智冠军稳了，结果杀出个神兽男，编辑不知道老师喝高了还是干啥，写出个使用神兽达克多。所以这回真的是被吊打，赫拉克罗斯、煤炭龟和原路莎在达克莱伊面前都不堪一击，西王拼尽全力才干掉达克莱伊。结果达克多又拿出个神兽拉蒂欧斯，这还打什么？平时拿出10年的战斗力和拉蒂欧斯换掉，也没能阻止小智的战败啊！这一次单纯是编剧的恶意啊，因为达克多就是一个登场一次的路人角色，没有任何铺垫和塑造，单纯就来阻止小智夺冠的。而有趣的是，达克多后面又是一支秒杀联盟赛亚军，所以按照小智战绩，这次他本来就能拿到亚军的。小智也许被神兽男这么一搞得有些自闭，在合众地区彻底放飞自我。皮卡丘也是一样的，初到合众地区居然打不过一个新手的同城蛇，能够秒杀冰人柱，打平拉蒂欧斯的福特攻击，居然被一只冷水猴击败。输入宝可梦上，小智一直见一只抓一只，导致很多宝可梦都没怎么练。合众联盟，小智在预选赛上就遇到了自己曾经怎么都打不赢的兄弟，皮卡丘憋屈一整季，这次终于爆发了，直接一发铁尾电球组合技能将其打爆，兄弟也成为第一位连预选赛都没进去的劲敌。之后小智打赢了肯尼羊，但面对只带5只宝可梦虎彻，小智却输了，这全都因为虎彻利欧路在关键时候进化成路卡利欧，满血复活一波干掉小智的皮卡丘。小智这回成绩退步了，只有8强。不过不要慌，小智马上就要拿到利欧路了，到时候小智也能帅一手。有意思的是，之后虎彻面对使用伊布小队巴吉尔、路卡利欧都被完爆啊。小智接下来到了卡洛斯地区，此时正值东电50周年庆，给了宝可梦动画一大笔钱，经费充足的情况下，作画场面那是相当的流畅，特效也是能砸就砸，对战看的是非常的爽。但剧本方面着实不太精彩，收视率也不太高。在这部里，小智遇到了2个最大的劲敌，一个是小智粉丝祥太，另一个是特别篇的男主矮男。祥太是个特别励志的角色，因为从冠军大物那里得到木守卫最终进化前可以 Mega 进化，所以来到卡洛斯地区。刚开始他确实很新人，很多场比赛都输了，但他每次都总结经验，将这些写在笔记本上，最后竟然一路走到卡洛斯联盟的准决赛。小智面对这个粉丝对手丝毫不敢大意，还有甲贺忍蛙已经能够完全击败进化，因此打赢了 Mega 后的蜥蜴王，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赢哦。而之后在决赛上，大家本以为小智会一雪前耻打败暗男夺得冠军，然而甲贺忍蛙对战喷火龙却是3战3败，最终小智成为亚军。最后就是日月了，很多人对于画风的突然转变非常不适应，都纷纷吐槽，小智也似乎变得佛系起来。日月本身就主打人与宝可梦和谐相处的主题，在动画中小智除了大考验之外都在和宝可梦玩，这种轻松的氛围下，终于也不指望他能夺冠了，毕竟新菜被搞崩了这么多次。结果制作组再一次搞个大新闻，小智参加联盟前带着一只皮卡丘、银人喵、木武枭、棕眼狼人和梅鲁坦。木武枭整天睡觉不靠谱，梅鲁坦不听话，银人喵又感觉比不上小智历代收服的火宠。我也有点期待的就是棕眼狼人了，结果对战让人喜出望外，梅鲁坦吃掉苏力派的硬币不战而胜。接着面对哈乌的巨蛇树枭，木武枭靠着画皮躲伤害，一套骚操作打赢了自己的3段进化。面对古兹玛，银人喵苦战之下让甲具武者畏缩，卖了自己的队友。小智靠皮卡丘艰难取胜。决赛前夕，小智梅鲁坦跟着进化了，成了正儿八经的幻兽。今天我小智也当回神兽男，和格拉吉欧的对战中，棕眼狼人更是大放异彩，使出一招连教科书都不敢写的4倍凤环，干掉格拉吉欧拿下了冠军。有人在这里说3-3比赛赢的算什么，不正式啊。接下来还有更绝的，小智和库伊博士打了一场全员战，没想到小智的毒 baby 也回来了，还进化成了4个真龙。对战中银人喵奋力作战，打败咆哮虎之后自己进化了，皮卡丘跟着使用7万伏特击败了前代替库伊博士最后一只卡普咪咪。这一场下来，小智不仅大获全胜，同时拿了阿罗拉最强称号之外，还顺便拿了个屠神称号。此外打完联盟再一看，小智阵容变成历代最强，宇宙第一咆哮虎、画皮木武枭、4倍凤环棕眼狼人、幻兽为了梅坦，
异兽色真龙，还有无敌的皮神，也是充满了奇妙感啊。目前新武艺小小名次是3763名，不过新武艺是以冠军丹帝为目标的，最终肯定是能和丹帝打的，至于胜负就不好说了。不过按照现在这个胜负趋势，还是有点期待的呢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小智的冠军之旅了。纵观这几次成绩啊，正应了一句话：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为了联盟召回老宠，战术巅峰又如何？并且不想让你赢，你就得输，还不如玩得开心点。我是傻逼，咱们下次见。